大婚前，陆景怀青梅送来一套妾室穿的粉色嫁衣羞辱我，他还站在一旁帮腔，要纳她做妾，让我成了全京城的笑种。他不知道我唐婉之嫁给谁，谁就是宁国侯世子。既然如此，那就换个人做世子吧。婉姐姐，这就是陆景环哥哥特意为你准备的嫁衣，喜不喜欢？宁国侯府下聘，怎么送粉红色的嫁衣来？这不是妾室进门才穿的颜色吗？疯了吧！这可是皇上亲自赐下的婚事，唐小姐还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宁国侯府拿粉色嫁衣下聘，这不贬其为妾吗？陆锦玄，你什么意思？拿件妾室的破衣服来折辱我妹妹，真当我唐家没人了？婉姐姐，女子出嫁从夫，夫家送什么聘礼你就用什么，只要能嫁给陆景怀哥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吗？难不成没有大红嫁衣你就不嫁了吗？陆世子，看来唐小姐不满意你的聘礼啊，你可怎么办？知雪妹妹昨天还跟咱们打赌，说唐小姐就算拿到粉色嫁衣，也一定会答应穿这身嫁给你。咱们今日就看看谁输谁赢。陆景回，这也是你的意思？婉婉，知雪年纪小，她不过是舍不得我这个做哥哥的成亲，怕你这个嫂子分了我对她的牵爱罢了。你就当这是她这个小姑子给你这个做嫂嫂的一个小考验，算了吧。放屁！一个正室夫人，若穿一身粉红嫁衣进门，意味着正式被贬为贱妾，全天下人都知道的规矩，我不信你陆景洪不知道。他知道，但他就要纵容他的小青梅胡闹。宁国侯和夫人可知今日聘礼中的嫁衣是粉色的？怎么，婉姐姐还未嫁进门，便要拿未来公婆来仗势压人吗？柳小姐又是以何种身份在质问我？是陆景怀的妹妹，可我听说宁国侯府只有兄弟，并无姐妹，是陆景怀的红颜知己。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哪里来的底气可以质问他未来的妻子？还是说，你是陆景怀马上要抬进府的妾？还是说，你是陆景怀马上要抬进府的妾？因为陆景怀宠爱，所以恃宠而骄，连正式的聘礼都敢插手。若真是这样，那宁国侯府的规矩也太差了些。每次柳知雨都说与陆景怀是兄妹情谊，但是每次对我的挑衅都带着得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他才是陆景怀的心上人。一个庶女跑来抢风头，原来是上赶着给人做妾呀！李四卿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陆景怀哥哥，你眼睁睁看着他羞辱我吗？我不活了！婉婉，你向来知书达理，怎么今日这样小气？不过一件嫁衣，知学小孩子脾气，你做嫂嫂的让她就是了，何必如此斤斤计较？陆公子，你对未婚妻百般指责，却偏帮一个不知所谓的庶女。陆公子若是心疼舍不得她，何必拿我的婚事做福子？不如干脆娶她就是了。唐婉之，你胡说八道什么？柳小姐，陆公子这般在乎你，怎么不愿意娶你？是嫌你年纪小，还是嫌你生母是个青楼出身的姨娘，上不得台面，脏了侯府的门楣？可若是真心喜欢你，这些算什么呢？你说是不是，柳小姐？胡说八道！陆景怀哥哥是喜欢我的，你不许胡说！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若不是皇上赐婚逼陆景怀哥哥娶你，你以为他会娶你吗？你不过仗着皇后是你姑母，以势压人，逼陆景怀哥哥娶你，你就是个没人要的女人！知雪，闭嘴，不得胡说。唐婉之，你我的婚事是皇上御赐的，胡闹拈酸吃醋也该有个限度。如今聘礼送到，3日后我们宁国侯府会来迎娶。你若要嫁，便乖乖穿这件粉色嫁衣过门；你若不嫁，那便是抗旨不遵。唐婉之，你可想清楚了？哼！婉姐姐，大婚之日，你应该会穿这件嫁衣吧？这可是陆景怀哥哥和我亲自为你挑选的呢。我打赌，3日后你一定会乖乖穿上这件粉色嫁衣，嫁进宁国侯府的。毕竟满京城谁不知道，你唐婉之做梦都想嫁到侯府去呢。前几日你还巴巴的往侯府送什么贴身荷包、扇套，甚至还让人来量了陆景怀哥哥的尺寸，说要亲手给他做贴身礼衣。哎呀，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上赶着倒贴给人做贴身衣物，真是笑死人了。原来是唐小姐上赶着要嫁呀，怪不得人家侯府敢送粉色嫁衣。按照古礼，
定亲后，女方理应为未婚夫婿备下荷包扇套，做贴身衣物，也是将要成亲的人必备的礼节。可到了他嘴里，竟成了我不知廉耻，倒贴陆景怀。听说太傅府那千金还没成亲，就巴巴的送贴身绣件过去了，这也太恨嫁了吧！大家别再说了，他也是太在意我了。你们这样议论，对他名声不好。他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却用一句轻飘飘的话坐实了我的不知廉耻。今日他明知柳知远拿粉色嫁衣羞辱我，却还处处偏袒维护，帮着他说话。这般凉薄自私之人，我又何必委屈自身，执意下嫁？陆景怀，你不配娶婉婉。岂有此理！宁国侯府竟敢辱我唐家至此！什么叫做仗着皇后姑母来压宁国侯府？若不是宁国侯拿对我爹的救命之恩相求，我们唐家怎么可能答应这门亲事？他们以为他们宁国侯府还是当年的顶尖世家吗？若是父亲和母亲今日在家，岂不是要被这混账活活气死？婉婉，这亲咱们不成了，哥哥这就进宫求皇上收回成命。哥哥别生气，你总不能因为狗咬了你一口，你还要趴下去咬狗一口吧？婉婉，你难道就咽得下这口气？陆景怀纵着柳知雪这般羞辱我，把唐家的脸面踩在脚下。等我嫁进宁国侯府，我定要他好看。你疯了！你还想嫁进陆家？那宁国侯府如今就是个火坑。嫁当然可以嫁，但是怎么嫁由我说了算。哈哈，妙啊！好，好，交给你兄长，保管给你办得妥妥当当。欺人太甚！我唐延的掌上明珠，岂能受此等奇耻大辱？来人，备马！我即刻进宫，请皇上取消这门婚约。父亲息怒，您现在进宫，才是中了别人的计。婉婉，你让开！爹就算是拼了这顶乌纱帽，也不能让你去受那窝囊气。父亲，这是皇上亲自下的赐婚圣旨，岂是我们唐家说不嫁就不嫁的？我若公然抗旨不嫁，皇上会怎么想？定会觉得我们唐家仗势欺人，连皇令都不放在眼里。届时皇上如何猜忌唐家，又如何猜疑宫里的姑母？难道我的婉婉就要生生受这种委屈吗？我宁可让皇上降罪，也不愿意你嫁给陆景回那种混账东西。母亲别哭，皇上赐婚是让我嫁入宁国侯府做世子夫人，但是圣旨上并没有说这个世子的名字，不是吗？皇上说我嫁进去是做宁国侯夫人的，可陆景怀要纳的却是妾，那就和我这个世子夫人没什么关系了。既然这样，宁国侯世子换一个人也不是不行。宁国侯可是有2个儿子的，除了陆景怀，还有那个常年驻守边关的长子陆景彦。哈哈哈哈哈！好，好一招釜底抽薪，不愧是我唐延的女儿。好，好，爹这就去办。你是不是傻？不会水还往池塘边站？你救了我，谢谢你。那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以后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你都不许反悔。好，拉钩。陆惊燕，让你娶我这个要求，你会答应吗？唐婉之，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世子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少跟我装蒜！今日两方父母为何要背着我商议婚礼的事？是不是你跑去向你爹娘告状，说了嫁衣的事？不过一件小事，你至于闹得两家不得安宁吗？让我被双亲责骂丢人，对你有何好处？世子大可放心，那箱子嫁衣还在库房里，我爹娘并未看见。今日不过是商议大婚的具体细节罢了。我就说嘛，婉姐姐怎么敢告诉她边戳娘呢？要是太傅大人一生气，不让她嫁了，她哪里舍得呀？陆景怀哥哥，你不必对她如何低声下气，她再是太傅嫡女又如何？出嫁从夫，
日后你说如何，他敢反驳你，只管休了他便是。婉姐姐，你也不会舍得离开陆景怀哥哥的，对吧？知雪说的对，婉婉，你向来是个懂分寸的。好了，婉婉，别生气了。我知道你向来端庄大方，等你带着这些嫁妆加入侯府，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别听那些迂腐之人瞎说，什么粉色是妾室才穿的，我就是喜欢婉婉穿粉色。你若穿上，必定宛如粉面芙蓉，美艳无双。好一个美艳无双，把正室逼穿妾服，还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婉婉，其实还有一事，知雪如今也满了17，她对我实在是一片初心。我想着等我们成亲后，能不能让她也入府？陆景怀哥哥，这样的事，你做主便是。你答应了？你真的答应让知雪入府了？陆景怀，我如今忙着大婚之事，按照规矩，在成亲前，我们不好再见面了。好，好，好，都依你。日后有了你们两个，我保证再不会多看别的女人一眼。婉婉，你安心等我来娶你。我不管嘛，陆景怀哥哥，我们成亲那日，我要穿大红色的正红嫁衣。好，到时候我跟婉婉说，她向来在乎我，一定不会反对的。来人，快来人！怎么不叫我起床？错过成亲吉时，你们担得起吗？婉婉肯定还在等我去娶她呢，快给我更衣，把迎亲的队伍马上集结出发。世子，新娘子已经进门了。哈哈哈哈哈！我就说嘛，我真是娶了个贤内助啊！婉婉这般懂事，怕误了吉时，竟然自己跑来了。哎呀，今晚我一定好好弥补她！快，跟本世子一起去迎新娘！一拜天地！什么情况？我还站在这里，谁在拜天地？等一下！大哥，大哥，今日是我成亲，怎么你也是今日成亲？你不是婉婉的丫鬟吗？大哥成亲，新娘到底是谁？陆景怀，今日是我妹妹嫁入宁国侯府的大喜日子，你衣衫不整的跑来这般闹腾，算什么体统？什么？你妹妹嫁的人是我，皇上赐婚的是我，为什么她会与我兄长拜堂？你们全弄错了。婉婉，他们弄错了，我今日只是睡迷糊了，误了时辰。兄长想必是怕侯府丢面子，这才替我代为拜堂的，对吧？好了，大哥，你辛苦了，接下来交给我，我来跟婉婉拜。来人，把这个逆子给我死死按住！放开我！你们疯了吗？婉婉，你别拜了，他们合伙骗了你，你要嫁的人是我啊，婉婉！佩儿，把二公子送我的大礼拿上来，让在座的各位大人开开眼。粉色，这是纳妾用的规制啊！陆景怀，你明知粉色嫁衣是妾室之服，却纵容你的好妹妹柳知音将她送到太傅府。皇上的赐婚圣旨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唐婉之嫁进宁国侯府，是做世子正室夫人的。我唐家嫡女绝不可能做妾。既然你要纳妾，那你要娶的便不是我。不是的，婉婉，你听我解释。知雪她只是生性单纯，她没有恶意的，那不过是她不懂事开了一个小玩笑罢了。你堂堂太傅嫡女，读了那么多圣贤书，怎么还当真了呢？玩笑？拿一个女子的清白名分，拿两家的联姻大局开玩笑？我看你不仅眼瞎，脑子里装的也是干屎。昨日
我已向皇上请旨，宁国侯世子的位置，从今日开始便是我夫君陆京言的。放开我！你大概忘了，皇上的赐婚是让我做世子夫人，所以我嫁给谁，谁就是世子。婉婉，你是不是在跟我睡过了头？我是因为昨晚喝多了才错过及时的，你只是在跟我赌气，对不对？我发誓，无论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哪怕是破布烂纱，我都会娶你。再敢对你大嫂口出狂言，死缠烂打，我当场废了你！她才不是我大嫂，她是我娘子。陆景怀哥哥，陆景怀哥哥，你说过今天大婚会把我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我在外上等了好久都不见人。唐家姐姐，既然你已经过门了，按规矩该来喝我这杯妾室茶了吧？你放心，我虽绝不会跟你争宠的，毕竟世子哥哥的心全在我这里。这大理寺卿家的庶女是不是脑子有大病啊？穿正式大红喜服，还要正妻喝她的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柳知雪，你这声姐姐叫早了，你该叫我大少夫人。大少夫人，陆景怀哥哥，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世子夫人吗？难道他疯了？你给我闭嘴，还不快滚出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陆景怀哥哥，你凶我，难道你怕他吗？就算他是太傅嫡女又怎样？你可是宁国侯世子啊！大不了咱们休了他。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柳知雪，你那好陆静怀哥哥，因为纵容你用一顶粉红喜料羞辱我妹妹，已经丢了世子之位了。丢了世子之位？陆景怀哥哥，他在骗人，对不对？你可是侯府的继承人啊！不仅是世子之位丢了，如今站在这里的宁国侯世子，是我夫君陆京言，也就是陆景怀的大哥。柳知雪，你要嫁给陆景怀，顶多也就是个侯府二公子的贱妾。不可能！世子明明是陆景怀哥哥，唐婉珍这个毒妇，一定是你耍了什么阴谋诡计，抢了世子之位。计谋？我堂堂太傅嫡女下嫁你们侯府，你竟敢拿粉色妾室服辱我！若不是公卓求皇上开恩，将世子之位传给大哥，你们侯府还能全虚全伪的站在这里？畜生！你还有脸在这里大呼小叫？我宁国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若不是你大哥回来救场，皇上的雷霆之怒，你拿什么胆？爹，我可是你从小带在身边、悉心教导的世子啊！大哥他一个粗野武夫，凭什么抢我的世子之位？为了一个青楼女子生的庶女，连皇命都不顾，还想要世子之位，没把你处死，算婉婉给你开恩了。陆景怀哥哥，你快说话呀！你答应过我要让我做世子妃的，现在世子之位都没了，你让我怎么办？世子妃，大理寺卿家的庶女，生母还是个青楼楚系出来的姨娘，也妄想做侯府正室。唐婉之，你这个恶毒的女人，都是你使了下贱的手段，害陆景怀哥哥没了世子之位。各位大人夫人给评评理啊！我与陆景怀哥哥两情相悦，这唐婉之却仗势欺人，逼迫陆景怀哥哥娶她。如今她却不要脸的转头嫁给大公子，她分明是水性杨花，不知廉耻。放肆！一个低贱庶女敢辱我太傅府嫡女的名节，我宰了你！好，你们权贵之家就是这样草菅人命、逼迫真爱的是吧？我柳知雪今日若不能嫁给陆景恒哥哥，便只有死路一条。陆景怀哥哥，知雪不能陪你了。今日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大堂的桌子上，用我的血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们太傅府和侯府是怎么联手逼死人的。想死？来人，给他腾个地方，柱子擦干净点，别脏了新娘子的眼。怎么，不撞了？来人，扒下他身上的大红喜服，丢出去！放开我！你们这些下贱胚子敢碰我！陆景怀哥哥救我！婉婉，我错了，原谅我好不好？我是真的爱你啊！那个世子之位我不要了，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与你的知雪妹妹既然两情相悦，你将她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我如今嫁给你兄长，把正妻的位置腾出来，正好成全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你该谢谢我才是。不，我不要成全。婉婉，你听我说，我是真心要娶你的。
大哥只是一介武夫，他不配。你用妾室的嫁衣羞辱太傅府，若不是唐大小姐大度不怪罪，又愿意嫁给你兄长来完成圣上的婚约，我今日非活活扒了你的皮不可。如今两家已交换婚书，更迭世子的折子也已上达天丁。什么？是你，都是你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非要弄什么粉色嫁衣，如果不是你非要今天来闹，我怎么会丢了世子之位？你把我的世子之位还给我！陆景怀哥哥，你说过最爱我的，你说过就算不要世子之位，也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放屁！你一个青楼女子的种，也配跟我的大好前程比？我是侯府的继承人，你算个什么东西？堂兄，诸位都瞧见了吧？这就是刚才还满嘴真爱、生死相许的陆二公子，一旦触及利益，这真爱连个铜板都不如啊！婉婉，你看，我刚才就是一时糊涂，被这狐狸精迷了心窍。我打他了，我把他赶走。你让爹把折子撤回来，我们重新拜堂好不好？二弟，请注意你的言辞。站在你面前的是当朝太傅嫡女，也是我明媒正娶的你的大嫂。再敢对你大嫂直呼其名，我不介意按照军规拔了你的舌头。圣旨到！臣宁国侯接旨。一定是皇上不同意换人，一定是皇上驳回了爹的折子，我还是世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国侯长子陆京烟戍边有功，品行端正，文武双全，今特封为宁国侯世子，承袭爵位。太傅嫡女唐婉之温婉贤淑，秀外慧中，特赐正一品世子夫人诰命，钦此。臣父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喜世子爷，恭喜世子夫人！皇上听闻了今日有人用粉色轿子辱没太傅府的事，龙颜大怒啊！皇上口谕，既然这位大理寺卿家的庶女如此偏爱粉色，那就准她这辈子只配穿粉色，以贱妾之礼入府，终生不得扶正。来人，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从运公筒的角门拖进后院柴房。苏公公，公公您明鉴啊！我才是被赐婚的人，我是世子啊！哎呦喂，陆二公子，皇家的圣旨难道是小孩子过家家？自己不知珍惜，把珍珠当榆木，把狗屎当宝贝，如今落到这个下场，您就受着吧！回宫。来人，把二公爷给我关进祠堂反省，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出来。爹娘，婉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夫人，吉时不可误，我们该入洞房了。夫君，我自己能走。你头上凤冠太重，为夫抱着你走，省力。今日之事，多谢大哥，不多谢夫君配合。若非你及时赶回，我唐家今日怕是要沦为全京城的笑党了。陆京渊，10年前你落水，我救了你。你说过，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你都不许反悔。是。我要你抢了陆景怀的世子之位，然后娶我。好。婉婉，你真以为我只是为了兑现当年那句儿戏般的承诺吗？夫君此话何意？10年前你将我从水里拉上来，从那以后，你便是我心底的光。这10年来，我每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脑子里想的都是你。陆景怀他不配娶你，我便将你夺过来。你以为今天的圣旨是如何来的？那是我昨夜在御书房外跪了3个时辰，用我一身军功向皇上求来的。我知道你担心唐家名声，你咽不下心中那口气，所以我要让你嫁得清清白白。你已经为了我，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陆京言唯一的妻。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
放我出去！我要见婉婉，我要见我爹！我是世子，你们敢关我？放我出去！爹，你放我出去！我去求婉婉，她平时最听我的话，她肯定是在气头上。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你敢背着我们与那个不知死活的庶女做出这种没脑子的蠢事儿，拿妾室的衣服去下聘！老子为了宁国侯府的前程，不惜厚着这张老脸，拿当年的救命之恩相要挟，才为你求来这门天大的亲事，没想到差点被你全搞砸了。不是这样。若不是你大哥正好在京城能顶替你，我问你，欺君之罪的大祸，你担得起吗？陆伯父息怒，都是知雪不好，只怪知雪胡闹，拿错了衣裳开玩笑。您别怪陆清怀哥哥了，要打就打知雪吧。你以为我不敢动手是不是？我怀儿好好的大好姻缘全被你这个丧门星搅黄了，你现在还敢在这儿装可怜？若不是陆惊燕在京中，今日宁国府就当满门抄斩。你一个继子所生，上不得台面的下贱庶女，也敢动宁国侯世子夫人的心思，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侯爷、夫人，大理寺卿府上来人，说来接柳家小姐回府。哼，把这贱蹄子给我扔出去，顺便转告柳夫人，柳府女儿的规矩实在堪高，还请柳夫人关起门来好好管教，免得再出来丢人现眼，脏了别人的地界。不要脸的下贱东西！母亲饶命！你跟着你那个窑子里出来的姨娘一般不要脸，上赶着去倒贴男人，今日把脸丢到了全京城世家的面前，连累了宁国侯府，更得罪了太傅府。若是你带累了府中其他几个嫡出姐妹的声誉，让他们以后议不到好人家，我便扒了你的皮！来人，即刻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绑了，连夜塞进马车，扔到城外的下等庄子上去闭门思过。没有我的准许，到死都不许踏进京城一步。别救我！你爹嫌你丢人，早就歇在书房了，拖下去。夫人昨夜受累了，若是一会儿敬茶觉得累，便靠着我。婉婉，为何会是这样？就因为一件嫁衣，还是因为我说要让知雪入府？二弟，放尊重点。大哥，你滚开！我在跟我未婚妻说话。婉婉，那件嫁衣你不喜欢，为何不说？我可以立刻让人给你放回大红嫁衣啊！你不喜欢知雪入府，又为何要假意答应？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便抛下我，转头嫁给大哥。你这样做，让我以后在京城如何自处？陆景怀，你和柳知雪在下嫔当日联手恶心我，居然还有脸来问我是不是不喜欢那件嫁衣？我且问你，谁家高门宗妇是穿粉色妾室的嫁衣进门的？这就是你们宁国侯府对待太傅嫡女的教导。你明知道粉色嫁衣是柳知雪对我的奇耻大辱，但你却让我忍一忍。你明知她行事乖张不知廉耻，却当着所有宾客的面为她说话，让我唐家颜面扫地。我那只是心软，知雪她从小就可怜。她可怜，所以你就要牺牲我的尊严去填补她的可怜？你要纳柳知雪入府，与我何干？我已决意嫁给你兄长，如今你就是纳100个青楼女子进府，也与我毫无干系。从今日起，我是你的大嫂陆景怀，认清你自己的身份。从今往后，我们再无干系。逆子，看看你干的好事！哼，侯爷夫人。本不该今日来打扰心腹敬茶，可是昨日这孽造被送回府，死活不肯去庄子，还拿出了陆二公子的贴身玉佩，说是两人早就私定终身了。不仅如此，知雪说她与二公子已有过肌肤之亲，事关我柳家女儿的清白，
所以我特来与两位商议一下这门好婚事。畜生！你原与太傅有婚约，却敢背着家里去跟别的女子苟合，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陆景怀哥哥，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可是嫡母和父亲说我行为不检点，非要把我送到下等庄子上去配给泥腿子，我没办法才说出来的。陆景怀哥哥，你发过誓说会娶我入府的，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死也不能去庄子上啊！爹娘，我没有。当时他哭得可怜，说在柳家被嫡母不容，被姐妹排挤。我想着自小的情分，才答应给他一个容身之地。我与他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呀。陆景怀哥哥，你怎么能不认账？是你下聘那日，你回来说马上要成亲了，心里高兴便喝醉了，你把我按在榻上，嘴里喊着唐大小姐的名字，把我当成了她。够了！父亲、母亲，二弟行事荒唐。既然他与柳小姐连肌肤之亲都认不，便让他自己负起这个责便是。反正他当初为了护着这位柳小姐，连世子之位都可以不要，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抬她入府吗？难道偌大个侯府还容不下二弟的一个红颜之喜？婆母，若您觉得柳知雪是青楼女子所生，身份实在不堪，便赐她个姨娘的身份，早为二弟娶为高门正妻，日后自有正式管少，你也不必烦心了。陆景怀哥哥，你快说话呀！你说过会一辈子护着我的，我不要像我生母那样做个下贱的姨娘。我们自幼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我也是大理寺群府上的大家闺秀，凭什么只能做妾？为何我不能做你的正妻？大家闺秀，我呸！柳知雪，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我们宁国侯府的儿媳妇绝不可能是青楼妓族肚子里爬出来的贱种。你若想进我侯府的门，这辈子就只能是个低贱的妾。你若嫌委屈，大可拿着你的清白另嫁高门。既然侯夫人这么说了，这孽障做下如此伤风败俗之事，我也无话可说。那便静待侯府的一顶小轿上门抬人吧。母亲，我怎么能做妾呢？我是柳家正儿八经的女儿啊！您去求求侯爷，让我做平妻好不好？我呸！你做了这样不要脸的事儿，和你那个下贱的姨娘一模一样，专门干些倒贴男人的勾当。你还想做正事？你看看人家要你吗？若不是柳家还有未嫁娶的儿女，怕你连累了他们的名声，我今日是绝不会踏进侯府大门半步，来理会你的死活。来人，把柳知雪的衣裳给我扒了，套上昨天她自己准备的那套粉色贱妾服，立刻从后院稻叶乡的角门塞进二公子的后院去。不，我不要当妾，不要当妾！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如今你不再是宁国侯世子，你的婚事也不必再像以前那般精挑细选什么高门嫡长女了，我自会为你挑选合适的夫人。等你娶了亲，你便给我分府令过，宁国侯府丢不起这个人。分府令过？娘，你要把我赶出去？分府令过，娘，你要把我赶出去？我可是您的亲骨肉啊！本来你大哥有正三品威远将军的封号在身，你若安分守己，继承侯府，有太傅府这门姻亲帮衬，你们兄弟二人皆有大好前程。我们宁国侯府定能烈火烹油，再创辉煌。可你呢？为了一个青楼女子生的庶女，把满盘棋局下得稀巴烂，把皇室太傅府得罪了个干净，连世子之位都丢了。你现在不过是个毫无造数的富贵闲人，还想拖累整个宁国侯府不成？小姐，宁国侯府送来聘礼了，听说那二公子是个宠妾灭妻的糊涂佬。糊涂点好啊，好拿捏，不是长媳不用管家，我还乐得清闲。快点走！一个贱妾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凭什么苏婉清能做夫君的正室？她哪里比得过我？
陆景辉哥哥的心明明是在我身上的。凭什么？就凭你是个自甘下贱的外事种。唐婉之，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苏小姐出身名门，清清白白的好女儿，又是兵部尚书的嫡女，端庄贤淑，自然比你这个未婚苟合的庶女更配得上夫人之位。柳姨娘，你记清楚了，今日是你主君大婚的大喜日子，你最好老实缩在后院，别出去给新夫人添堵。毕竟新来的二少夫人与二弟即将新婚燕尔，蜜里调油，你可得识趣些，别自讨苦吃。这是母亲赏你的送子观音，好好供着吧。佩儿，我们走，前院还要布置新房呢。婉清，你真美。二公子，不好了，二公子，柳姨娘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连连吐血，眼看着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什么？知雪病了？婉清，知雪的身子不爽利，人命关天，我去看看就回来，你等我片刻。好一个疾病！这位柳姨娘，我早听说她不要脸，生生搅黄了唐婉之的婚事，如今做了个贱妾，竟还敢在新婚夜截我的胡，踩到我头上来撒野。小姐，这贱蹄子分明是故意给您下马威呢！主君这般被他勾走，明日您可是要被全府笑话的。笑话？我苏婉欣的笑话也是她一个庶女能看的。嬷嬷，去叫上我从娘家带过来的大夫，我们一起去会会这位娇弱的柳姨娘，看看她到底得了什么急症。若是好不了，今晚连夜绑了扔到庄子上去，免得将病气过给府里的人。给我这新房沾染了晦气。是，老奴这就去办。夫君，你终于来了，妾身好害怕，妾身以为你有了新夫人，就再也不要知雪了。怎么会呢？知雪，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快让我看看。夫君，妾身不是生病，妾身是有了你的骨肉了，你开不开心呀？真的，我要做父亲了。知雪，你真是我的大功臣。苏婉晴，你大半夜带人踹门发什么疯？还有没有点规矩？发疯？我这是在关心夫君的爱妾啊。刚才是谁去正院报信，说柳姨娘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快要死了的？既然病得这么重，大夫我带来了，还不快给姨娘好好诊治诊治？若是误了病情，你们谁担待得起？不用了，夫人，妾身刚才只是胎气妄动，现在已经好了，妾身有了夫君的骨肉了。哎呀，有了骨肉，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更是天大的事啊！既然有了身孕还闹肚子疼，那定是胎象不稳，随时可能滑胎啊！嬷嬷，快把姨娘扶到床上去躺好，不许她乱动一下。放开我！有了夫君的骨肉，岂能大意？今晚嬷嬷和大夫便寸步不离地守在此处，不得离开半步，务必把姨娘给我伺候好了。是。柳姨娘，趁热喝了吧，这可是夫人特意吩咐加了老山参的大补安胎药。我不喝，我没病，拿走。救命！柳姨娘可要一滴不上的喝尽了，这药里的人参可是名贵的很，大补，千万别浪费了。你肚子里可是主君的骨肉，可千万不能大意了，免得明日传出去说新夫人一进门便不顾子嗣，这罪名我们夫人可担不起。婉晴，你这是做什么？知雪她受不住的。夫君急什么？这里是后院，有大夫和嬷嬷照看，你一个大男人在这里也帮不上忙，不必着急。不过夫君可别忘了，
今晚是你我大婚之夜，你若是一整晚都赖在妾室的院子里，明日去给母亲进茶，你说母亲要是生气了，是扒了你的皮，还是扒了里面那个贱人的皮？那知雪就劳烦夫人照看了。不要！放开我！陆景怀哥哥救我！夫君，春宵苦短，别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扫了你我洞房花烛的雅兴。夫君夫人，妾身知错了，妾身不是故意想打扰你们洞房花烛，实在肚子疼得厉害，害怕肚子里的骨肉有闪失，才叫人去叫夫君的。昨日是二弟大婚，弟妹心腹进门，柳姨娘，你就算肚子疼，也该派人来告诉我这个侯府的大嫂，我会立刻安排最好的大夫给你。你却偏偏要去砸新房的门，何必如此闹得全府不得安宁？你知道什么？一个女子有孕有多害怕？你没有怀过孩子，你凭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唐婉之，你不过是嫉妒我能嫁给陆景欢，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故意联合他们为难我罢了。我跟你拼了，唐婉之！婉婉，夫君，我肚子好疼啊，快叫大夫！快传府医去请太医！唐婉之，你少在这装模作样诬陷我，我不过就轻轻推了你一下，撞一下怎么会肚子疼？你这个毒妇！男人，把他嘴给我堵上！若夫人有半点闪失，我要把你千刀万剐！恭喜侯爷，恭喜世子！世子夫人已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了。夫人方才受了剧烈撞击，动了胎气，此刻万万不可妄动，必须马上熬了极品的安胎药喝下去。日后要在床上小心伺候着养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婉婉别怕，我这就带你回房。好啊，好得很！若我婉婉肚子里的嫡长孙有任何不妥，我们宁国侯府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婉晴，她如今是你们二房的姨娘，做出这种谋害长嫂司的恶毒之事，你自领回院子去好好教训，这是你当二房主母的责任。若你管教不好，我便拿你试问。儿媳遵命，母亲放心，儿媳定会好好教导柳姨娘规矩。你何时变成了如此不讲理，像个疯妇一般的泼妇？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大哥的孩子？一个低贱的姨娘，在我苏婉晴手里还想翻出天来，你便给我跪在这青石板上好好反省，什么时候想清楚了自己是个什么卑贱东西，再起来。苏婉晴，我肚子里怀的可是夫君的亲生骨肉，你敢如此作践我？若胎儿有个3长2短，你赔得起吗？赔？我需要赔什么？一个妾室生的贱种庶子，没了便没了。我倒不信夫君会为了你这个贱人和你肚子里的那块烂肉，与我这个兵部尚书的嫡女，她明媒正娶的正妻对峙。老话说得好，从来都是乱家的祸根。你肚子里的这个祸根本来就不该留着。你以为夫君还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世子爷吗？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敢为了你和我翻脸吧？你如今伤的可是世子夫人和侯府长孙，你想找死随便，可别带累了我们二房被扫地出门。苏氏说的对，若婉婉的胎儿有事，大哥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到时候我们二房估计就要被父亲从侯府分出去，流落街头了。柳知雪，你除了任性闹事给我惹祸，你还能干什么？你简直就是个扫把星！若不是你陆景怀3心2意没用的废物，我岂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说过会娶我做世子夫人，结果却让我做了一个被千人骑万人夸的贱妾。你好好看看，我肚子里的才是你的亲骨肉，才是你的长子，你可要认真看过我一眼。你醒醒吧，陆景怀，你再想得到唐婉之，他也不会多看你这个废物一眼。这世上真心爱你的只有我而已啊！闭嘴！你这个贱人！若非我当时瞎了眼，听了你这个毒妇的胡话，去送什么粉色嫁衣，我怎么会惹出这种大祸？我怎么会丢了世子之位，落到如此田地？都是你害了我，是你毁了我的一生！夫人说的极对，庶长子就是乱家的祸根。既然他冲撞了嫂嫂，这个祸根便交给夫人全权处置，死活不论。陆景怀，你回来，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的肚子，我的孩子！去叫几个婆子来，用破席子卷了他，给我连夜丢到城外最下等的庄子里去，永远不许接回来。世子爷放心，夫人只是受了惊吓，加上有了孕，身子娇弱，喝了这副保胎药，好生静养便无大碍了。柳知雪那个疯妇，若你今日有半点闪失，我必定将她千刀万剐，要她给我们的孩子偿命。夫君莫气，其实红玉在身后紧紧护着我，我只是顺势跌了一下，并未伤及根本。我只是也没想到，我们竟然有了孩子。婉婉，谢谢你。世子夫人，二房那边传来消息，柳姨娘小产了。什么？柳姨娘在二少夫人院子的青石板上跪了不到半日，便见了红，连个成型的男胎都流出来了。二少夫人直接让人用破席子卷了她，扔回了偏院。是你，苏婉晴，是你让那几个恶婆子给我灌了落胎药。我要回大理寺亲府，我要找我爹爹为我做主。你这个毒妇！找你爹？你生母那个下贱胚子，如今在庄子里天天挑大粪，你嫡母恨不得你立刻去死。你那个爹早把你当成了柳家的耻辱，谁会来管你一个低贱小妾的死活？满院子的人都看着，是你自己冲撞长嫂遭了天谴，跪地反省是自己小产的，关我什么事？夫君，陆景怀哥哥，你救救我！他真的要杀了我，我们的孩子没了！够了！你除了哭闹还能干什么？若不是你发疯，我们二房怎么会陷入如此境地？奴婢见过二公子。夫君，柳姨娘既然小产坏了身子，不能伺候你了，我特意给这两个丫头开了脸，今晚便让他们伺候夫君安歇吧。还是夫人贤良淑德。陆景怀，你刚才说什么？哎呦，我的小祖宗！大夫说了你要静养，你怎么还下床走动了？快坐下。母亲，儿媳有一事，心里实在难安。儿媳如今身怀6甲，实在害怕这后院里的病气和晦气。若是冲撞了肚子里的孩子，不如让柳姨娘去城外的庄子上休养，等她病好了再接回来也不迟。婉婉说的对，那个扫把星害得我们侯府家宅不宁，如今还带着一身血光晦气，绝不能留他在府里冲撞了我的乖孙。立刻去二房，把那个贱蹄子连夜送到城外最偏僻的下等庄子上去。没有我的手令，这辈子都不许他踏入京城半步。是，老奴这就去办。放开我！我不去庄子，我是宁国侯府的姨娘，我是大理寺卿的女儿。你们这群刁奴敢这么对我！陆景怀哥哥，救我！柳姨娘，省省力气吧。二公子正和2个新通房在温柔乡里快活呢，哪有空管你的死活？我家世子夫人托我给您带句话。世子夫人说，柳姨娘，您就安心去庄子上养着吧，等世子夫人觉得你病好了，自然就接你回来了。我进了庄子就再也出不来了。唐婉之这个毒妇，她是在杀人诛心啊！还不快把人扔上去！
晚了误了时辰，小心夫人揭了你们的皮。是。大，给我开大！1、2、3，小。怎么可能？我怎么会一直输？二公子，您今日又输了3000两，加上之前欠的，一共是12000两白银。您看这账是结一下，还是我派人去宁国侯府取啊？你再借我1000两，我一定能翻本。我是侯府嫡子，我爹是宁国侯，少不了你的。呸！什么侯府嫡子？你现在连个世子都不是。来人，拿着欠条去宁国侯府要账。侯爷，父债子还，子债父偿，12000两，少一个铜板，我们今天就砸了宁国侯府的招牌。畜生，那个畜生呢？造孽呀！他这是要拉着全家一起死！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救救我！救你！我已经替你还了3次赌债了，你如今变本加厉，竟然欠下上万两！你想把整个侯府都搬空去填你的无底洞吗？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陆景怀沉迷赌博，败坏门风。今日我以宁国侯之名清除族谱，从此他的生死荣誉与宁国侯府再无半分瓜葛。不，爹娘大哥，你们不能这么对我！离开侯府我会死的！自作孽不可活，把他扔出去。把他给我泼刑！苏婉晴，你要干什么？谋杀亲夫吗？签了他。合理？你想都别想！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清醒点吧，废物！你现在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烂赌鬼。我苏婉晴是兵部尚书的嫡女，凭什么跟你在这破落院子里等死？我爹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了，你若是不签，明日我便让你因为欠债不还，进大牢里蹲一辈子。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好歹夫妻一场。血，把这里值钱的东西全给我搬走，连个破碗都别给他留。是。世子爷，您看，这是二公子，不是陆景怀在咱们房里抵押的玉佩，这可是代表宁国侯府嫡子身份的信物啊。他这次又欠了500两，您看。侯府嫡子的身份，他都能当成垃圾扔掉拿去赌，一块破石头，我侯府还要他做甚？那这笔账，他既然已经被逐出家门，从此便是生死由命，以后他就是死在你们赌坊门口，也别来脏了宁国侯府的地。来人，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日后谁再敢拿陆景怀的事来烦我，一律打断腿！狗东西，欠了老子50两银子，还敢跑！大爷，再宽限我几天，我去要饭，我去偷，我一定还。去你娘的！你当老子是要饭的？50两，今天拿不出来，老子就拿你的命抵！呸！真他娘的晦气，打死了！赶紧走！世子，夫人，刚刚顺天府那边传来消息，陆景怀死了。
怎么死的？听说是欠了赌房50两银子，在城东的烂泥巷子里被人活活打死了，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最后被扔去了乱葬岗。哼，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去回了顺天府，宁国侯府没有这个人。夫君，这京城的乌烟瘴气，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了。我们走吧。好，我们去边关，带你去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春光正好，人生如常，往后余生，只有天高海阔。